我丢人丢大发了。我母亲节让这加拿大人给我算计了，你们赶紧帮我想想这个局我怎么给扳回去呗。前天不母亲节吗？我老公今年跟我放话了，你想要啥告我，我去给你买去。妈，这话他往年他可是不说的，因为啥呢？商店开门啊，饭店开门啊，消费自由啊，败家不愁啊。所以往年啊，什么母亲节、情人节啥的，他从来不起这高调，太贵。但今年是抠癌患者的转运年呢，啥烧钱都不开，现在开的就超市和药房，而且俺家附近的超市哈，就我跟那小别人掰头那遗址，都算不上超市，就那规格哈，在铁岭也就叫小卖铺，就是基本以就是卖打火机和鲜牛奶带货的那种规模的。但我能不知道他这心眼子吗？你个加拿大被冷冻过的智商，你吃整条鱼不扎刺，你都是这2年的事，还跟我俩宫斗上了。有人告我了，俺家门口那条街上卖海鲜的鱼市开了。我说那行，随便要，那个你上鱼市给我整俩大面包蟹，整俩大螃蟹。完他说没开，我说这开了，你去吧，这开了。我跟你说，就英国这地方好吃的是没啥玩意儿，但这面包蟹哈老港口老肥实了。我以前有一次自己整个面包蟹配俩海螺，给我自己吃晕过去了。但是为了他，我晕也值得，再晕一次吧。我说我要面包蟹，就是过8点，我老公回来了，螃蟹没有，给我带2盒这玩意儿。我一看海蜇儿。这些年究竟啥行情我是不知道了，但根据我小时候的回忆呢，就是海蜇这个东西在鲅鱼轩、大连一带这个渤海湾的地位吧，就是说怎么形容呢？就相当于烧烤店的花生毛豆，初次网课的视听感受，澡堂子的纸裤衩，车展会的钥匙扣。这些东西你要是花过钱，不是打脸的尴尬，是人格的销售。完结果他老有理的告我海蜇打特价打半价，螃蟹没打折，所以我就买的海蜇，那肯定得买打折的，那都是海鲜嘛。其实我早就应该有心理准备，就他这个抠癌呀，已经很严重了，他有很多并发症。这个毛病最严重的并发症吧，表现在全价梗阻。啥叫全价梗阻呢？就是宁愿打折买1筐，也不全价买1双。就这东西，我要是发现了打折了，别人没发现，哎呀妈，人生巅峰了。你有没有这种同感？就同样一双鞋，汤姆花500，我花250，我就感觉汤姆偷摸给我刻了仨响头，王八。虽然汤姆不知道。如果你也想享受这种快感，你就下实货，帮你全网比价。阿迪耐克200，ES AJ 更亲民。评论区下一个，赶紧下一个，就好好体会一下那些花全价买衣服买鞋的汤姆们天天给你磕头的感觉。这个病还有一个并发症，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便宜不减白不减。哎，就我老公有一次在超市，就是超市有一沓袜子，就不知道谁给拆开了，完超市就便宜卖嘛，贴个小黄贴，1磅6双，他就要买，我就说不行，这袜子吧是为了那个夜行跑步者设计的，扎眼呐，粉的，荧光的。完事呢，关键的问题是我老公是44脚，这袜子是41的，哎，就高低要买。我俩当时在超市，我说你要买你就穿，他说我买我肯定穿，结果就高低要买了，结果现在哈每个月我都有几天特别舒服的日子，就我老公脚跟放浪，粉粉亮亮。但我发现这毛病挺传染的，我现在基本也这味儿，就是我吃芒果过敏哈，我吃完这芒果之后嘴巴头子痛，然后浑身刺挠。哎，但上次就是上超市有那个芒果切好的块试吃。那白给的吃的，那别说过敏了，过电都行。我当时拿小塑料杯上那个试吃篮里，夸夸戳着吃。哎呀妈，这吃完给我刺挠的，回家给我挠的，好像给肚脐眼都挠坏翻了。耐吃，冤冤相报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这事没完事儿，这局我高低得给他搬回来。母亲节之后不还有父亲节的吗？你换我也换呢。他跟我说想要1条领带，还想吃烤羊腿。你也帮我想想，咱都给晃啥？哎，我远在加拿大的小姑子好可怜，她在加拿大等着做缩胸手术3年了，还没排上呢。原因是还是不够大，有比她更大的还没做呢。我这小姑子就是上次在我女儿的儿童泳池里不慎溺水那个，她是个E杯，照理说不该溺水，因为这E杯完全能顶救生圈。不夸张的说，她的胸和我脑袋差不多大。她家就是有这个璀璨的传统。我大胖媳妇那也是很婀娜的，48的水蛇腰上正经也顶着个 C 杯呢。但是呢，这个部位的脂肪确实给我小姑子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我还不理解，我说多好啊！你是童颜巨胸，我是巨颜童胸，70年生人的脸顶着个00后的胸。但是他很真诚的说，他说他这个胸啊就太沉了，对他的胸椎、脊椎都造成了挤压，就非常痛苦，他必须得去做这个缩胸手术。结果等到今年又没排上，人医生说你前边还有若干个G杯女士在等待手术，他们的情况更迫在眉睫。你说你一个E杯，你的痛苦跟人家 GHIJ 杯比，是不是杯水车薪？我小姑一听也没话了，只能回家等着去。你说谁遇着大忌不得让人走？回来跟我一顿抱怨，最后由衷的跟我说，我真羡慕你们这些没胸的，没胸就不会下垂，没胸就不会下垂。我说你荒诞至极。我虽然没胸是不假，但是我依然下垂。作为一个 UP 主，我身上很多的部位都很大，谁说胸小就不下垂了？
当妈的可能能懂，就我以前就心胸是挺空虚的一个人，怀孕的时候呢就胀得非常充实，也有过就 C 位的巅峰。然后呢生完孩子喂奶的时候就是吃先大吃完小，吃先大吃完小，那一天到晚命运几次的轮回。所以你就看过那个新气球吹了瘪吹了瘪吹了瘪，吹瘪几次以后就跟我的胸一样，就是有点像什么呢？就像泡了汤的馄饨皮儿，泡了汤的馄饨皮儿。所以作为30岁的女人，我选内衣的时候，核心不只是耳力，还有知天命。我需要把我的馄饨皮儿聚拢去，但是又不能把那馄饨馅挤稀碎，太累不行。我天天和这个200多斤没大心的大胖媳妇过下去，就已经是被伦理道德束缚的结果了。我不能再被别的东西束缚了。我真心向你们推荐内外这个内衣，兼顾塑形和舒适的内衣。我一直用内外，这回买了俩颜色。他家新出的这款微笑软支撑内衣，这内衣外面覆盖了3D 一体成型的弧形硅胶，还内置了硅胶条，内外2股力可以一起支撑。而且它这硅胶条是顺着我们身体的线条设置的，扒的就特别稳，不会一动就乱跑。而且还是水滴型的杯垫，很贴合，不会空杯。它真的是我穿过的能让胸型看着最好看、体感又最舒服的内衣。分大小杯穿的，丰盈款和3、4杯款。3、4杯款这个特别轻薄透气，太舒服了。你们穿过就知道了，内外是真好穿。可惜了这一款没有我小姑子那个码，但是我可以找2件内外的大胸款的给她送过去。你谁知道她前面还有多少个大 G 呀，对不？所以在排队等待手术期间，有内外这种好内衣，让她胸前的日子横竖好过一点。哎，就我这么一个铁岭石油小公主，伦敦说唱小王戳，江湖 battle 小傲骨，婆媳矛盾小教母，敢问这么一个人物哈，这些年在江湖中到底犯没犯过虎，挨没挨过赌，有没有过自叹唏嘘的低谷？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个我曾经跟我学校同学商量好一起投身捍卫女权的行动，最后张彩玲临时掉链子了，用一把刮眉刀把自己刮成走狗的故事。这个事儿让我办的吧是相当不讲究了。我为什么就这么掉链子了呢？这个世界上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亚当受不了夏娃的苹果，嫦娥受不了生活的繁琐，吕布受不了美人的婀娜，黛玉受不了凋零的花朵，尔康受不了聒噪的金锁，彩铃受不了别人的拱火。这个事儿吧，就纯属是拱火拱出来的。我们学校呢，每年开一次学术报告的研讨会，就算是系里最隆重的一个事儿吧，大伙儿都郑重出席，完全系的人都到场。开完会以后呢，还有个酒会啥的。完那年这个大会之前呢，就我们系这几个就是比较愤怒、比较激动的女权主义者们，相当于时代的弄潮儿吧，他们说是就先张罗了一个小会。小会呢，主要内容就是针对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化对女性的这个单方面要求做出抵抗。用白话说，他们的点就是啥呢？就凭什么他们认为就是女性在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需要化妆、需要穿高跟鞋、需要去毛，咱们就照做呢？他们是谁？他们凭什么？我当时就一被这么煽动，我火就上来了呢。离离原上草，就怕被火燎嘛。我当时也来劲了呢。哎，真的哎，他们是谁？他们凭什么跟他干？完，他们就拟定出了一个计划，就是说在下周这个学术研讨会上，女生都不化妆、不穿高跟鞋、也不去毛，上台。但是你不得突出强调你这个点嘛？所以就是每个人还照常穿裙子，因为你要穿一身西服上去，别人也不知道你想表达啥意思，对不？我当时那怒发冲冠的，让人拱火拱的。我说行，没问题，我现在开始我就不脱，我攒着，到时候梳俩辫出场。新时期新女性，毛发档期自己定。结果开会的头一天呢，我就有点怂了，就不让化妆不穿高跟鞋这事儿吧，我还没啥事儿。就我这个恨铁不成钢的颜值啊，咱说实话，也不是说一管口红和一双高跟鞋就能救得过来的问题。有人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真问题。那能用化妆品和高跟鞋解决的磕碜，也不是真磕碜。这俩事儿行，我可以做到破罐破摔无所谓了。但是这个穿裙子不脱毛的事儿，我想想就细思极恐。你说到时候我上台了，完事儿我做 PPT， 然后投影仪一打，我被投射在屏幕上的投影带一圈虚边儿，你说观众以为机器嘚瑟呢，完我就发短信问人家，我说这事儿还算数不？人家咋不算数呢？完我吧也是有一点江湖情怀的，觉得现在掉链子确实有点丢人。完我就硬头皮去了。我不姓张吗？就按姓的开头字母排序，我永远是最后一个上台的。完，所以这一整天呢，我就看着一个个英雄好汉的上台了，我才明白哈，就为什么对于白人女性来讲，这个去毛这个事儿属于就是每日的核心流程呢？就他们的毛发性质跟咱是非常不一样。咱们东方人的汗毛特点呢是颜色较深、质硬稀疏，非常容易集中突破。他们的特点呢是虽然色儿浅，但是柔软细密，花团锦簇。总之吧，反正那天在我的记忆里，他们都是乘云驾雾上去的。台上的他们是金毛的悟空，是散乱的肉松，还是夹着柳絮的春风？台下的彩铃是懦弱的躲避，是糊涂的看戏，还是远离这场宝毛的战役？反正几番轮回几番纠结吧，我最后是彻底怂了，掉链子了，就快到我时候跑了。
我跑到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个化妆品店，我本来想买的是一个就是女士剃毛刀，但是吧，你说你在厕所你啥别的没有，你汗剃它也不好剃呀。那你要不在厕所剃，你没有镜子，你在图书馆剃，你盲剃它也不好剃呀。最后我买了一个刮眉刀，这个刮眉刀虽然效果拙劣，虽然多处冒血，刮没了约定，割断了气节。我是怂包，风不解，拱完火后自己瘪。